顶级豪门陆家在为婚事发愁，只因陆家两兄弟，一个出家当了佛子，一个出车祸成了植物人。我和闺蜜得知消息后，果断手拉手嫁了进去。不成想，新婚1个月，佛子破戒还俗入室，植物人病床诈尸。凌晨3点，我和闺蜜扶着腰悄悄接头。闺蜜，离吗？我今天离。那我明天，咱俩一起太明显了。听说妈昨天给你买了个岛。闺蜜温言突然冲进房间，她口中的妈是陆夫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婆婆。我眨了眨眼，是有这回事。妈说我天天去医院照顾陆朝北，辛苦了，就随手拍了个岛送我。温言磨了磨牙，爬到我边上，像条水蛇一样缠了上来。你怎么能背着我卷起来了？我被她的胳膊缠得紧紧的，慌忙安抚。产权分你一半。陆家两兄弟，一个出家当了佛子，一个出车祸成了植物人。我和温言得知陆夫人有意相看习时，果断上门自荐。陆夫人问我们有啥优点，温言想了想，我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。我直接点题，我学的是康复医学。陆夫人一听，合适，简直不要太合适，直接应了下来。于是我和温言手拉手一起嫁进了陆家。温言嫁的是出家的哥哥陆冠南，我嫁的是植物人弟弟陆朝北，成功过上了有钱且没老公的快乐日子。不过虽然潇洒，该尽的本分一点也没落下。就像我1周起码去3次医院看我的植物人老公，温言每周都要回老宅1次，与佛子老公培养感情。而我最近为了写论文，每日都跑去病房观察陆朝北，阴错阳差感动了陆夫人，得到了一个小岛。说完，我推了推温言，明天你得回老宅见陆冠南了吧？陆冠南成年的那年，突然捐款10亿，请了一尊金佛回家。这之后，他每日吃素礼佛，成为赫赫有名的金圈佛子。圈里有个说法是，说他为了早死的白月光，守身如玉出家了。陆夫人好不容易逼着他与温言结了婚，自然是想他们成为真夫妻的。所以温言每周都有个勾引老公的任务。温言握着我的手，信誓旦旦，明天妈要是给我零花钱，我也分你一半。次日，温言回了老宅，我则去了医院探望陆朝北。陆朝北是1年前出的车祸，在陆家超能力的照顾下，陆朝北即便躺了1年，瞧着还是与正常人无异。我擦完陆朝北的胳膊，拧了一下毛巾，掀起衣服擦向他的肚皮。哦豁，腹肌没了，植物人肌肉流失是很正常的情况。我随口感叹了一句，麻利地擦完上半身，开始扒陆朝北的裤子。原先给陆朝北擦身体是护工的活，但今天护工请假了1天，我刚收了一个岛，不干点活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就把护工今日的活包揽了。也不知道温言那边怎么样了。胡思乱想间，一双冰凉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，我皱眉抬眼，突地对上一双好看深邃的眸子。陆朝北，我傻眼了，植物人老公诈尸了。陆朝北艰难地吐出2个字：放开。我低头看着扯着他裤子的手，瞬间抽回手，当作无事发生。再抬头，陆朝北满意地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要不是那通红的小脸，根本看不出他短暂的醒过。赶来的医生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喊护士量体温。体温正常，怎么脸这么红？我轻咳2声，转移了话题。病房里医生进进出出，检查做了1整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，陆朝北是真的醒了。陆夫人接到消息，慌忙赶来医院，她泪流满面地拉着我的手，又给我打了1个亿的零花钱。我自觉地发消息给温言报备，分你一半，我们每人5000万。一直到病房医生都走光了，温言也没回我消息。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这么想着，就见陆夫人再次激动地抱住我。双喜临门，天佑我陆家呀！啊，双喜，还有一喜在哪？陆夫人看出了我的迷茫，悄咪咪地凑到我耳边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抱孙子了。我眨了眨眼，看着刚醒过来还在昏睡的陆朝北，直觉告诉我，陆夫人应该不是指望这个植物人。低头一看手机，温言发来消息：陆冠南，狗屁的佛子。哦，原来还一喜在这儿。因为陆朝北醒了，陆冠南和温言也赶来了医院，两兄弟在病房里说话，我和温言在病房外面面相觑。温言咬牙切齿，这跟计划的不一样。我泪流满面。是啊，没想到他会醒。那离婚，你离我就离。刚收了钱，现在离好像不太好。那再狗。我们商量了许久，决定继续观望。最后温言跟着陆冠南回家，我留在医院照顾陆朝北。也不知道陆夫人怎么和陆朝北解释的，除了一开始醒的时候惊讶了点，后面对我这个凭空出现的老婆适应得十分良好。这之后，陆朝北开始了康复治疗。为了我的论文，我直接搬到了医院居住，勤勤恳恳地守着陆朝北。陆夫人知晓后，又把刚拍的庄园送给了我。温言那边则是得到了价值4个亿的蓝宝石珠宝。我俩收了钱，萌发的离婚念头再次被压了下去。一晃眼，1个月过去了，陆朝北完成基础复健，出院回老宅居住。到了老宅，我才知道温言这阵子一直住在老宅。他见了我，两眼泪汪汪，使劲地给我使眼色。我读懂了他的意思，硬着头皮看向陆冠南。大哥，你和朝北两兄弟许久未见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正好今晚我也想和嫂子叙叙旧，聊聊天。陆冠南轻敲手指，抬眼看向陆朝北，你有话和我说说？没有。陆朝北拒绝得很快，陆冠南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温言欲哭无泪，我爱莫能助。这晚凌晨3点，我假装起床喝水，和温言悄悄在厨房接头。温言扶着腰，锁骨密密麻麻都是绯色的印子，他生无可恋地看着我。这个婚得离，天亮了我就去离。我点了点头。那你今天离，我等明天，咱俩一起太明显了。接头完毕，我蹑手蹑脚地摸回房间，冷不丁听到一声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讪笑着转身，
老公，你也没睡呢。我刚口渴了，下楼喝水。陆朝北顿了顿，重新躺下，没再追问。我灵光一闪，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试探一下离婚的事。老公，不是，陆总，你看我们也不熟，如今你醒了，我们这塑料婚姻是不是没必要继续了？此话一出，卧室陷入死寂般的安静，一直到我以为陆朝北睡着了，他才缓缓开口。我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你不离不弃守着我，照顾了我1年，我定不负你。听到陆朝北这段真情流露，我愣是气也不敢喘一下，因为这说的压根就不是我呀，要么是陆朝北认错人了，要么就是陆夫人编造的剧本。我内心涌现一抹愧疚，离婚的想法越发坚定起来。我没吭声，陆朝北温声补了句，等我结束复健，我们就补办婚礼吧。我一动不动，假装睡得深沉，陆朝北也就没再追问。同温言缠人般的睡姿不同，我睡姿板正，睡着是什么姿势，睡醒还是如此。只是没想到陆朝北睡觉也要抱人。在我第6次被他缠住后，我放弃了挣扎，一夜无梦，安稳地度过了回老宅的第1天。温言一直到下午2点才一瘸一拐地从楼上下来，我被他吓了一跳。不是说只有累坏的牛，没有耕坏的地吗？你这是？温言耷拉着脸，小脸气得通红。他这是蓄意报复。我提了离婚，但陆冠南说他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我倒吸一口气，他不放生你，还要杀你，这哪是佛，这是魔呀！温言迟疑2秒，陆冠南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还离吗？离。温言磨了磨牙，斩钉截铁，我们换一下，你先离，我明天再离。我想了想，觉得可行。根据昨晚的打探，只要告诉陆朝北真相，他应当会毫不犹豫地与我离婚。说干就干，我迅速联系了之前在医院照顾陆朝北的护工大哥来家里。大哥快速地对这1年的工作进行了述职，成功地将1年不离不弃照顾的功劳领了回去。走的时候，陆朝北还给他发了个红包。书房重新剩下我和陆朝北。陆朝北沉着脸，所以你就是为了他要跟我离婚？好像有哪里不太对，但原因不重要，结果对了就行。于是我点了点头。陆朝北臭着脸打了一通电话，律师团飞快地拟了离婚协议书发了过来。看着到手的离婚协议书，我灵机一动，突然想到个办法。我用电子版重新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接着将2份叠加在一起，跟在温言后面到了佛堂找陆冠南。在老宅住了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来佛堂。陆冠南听到动静转头，眼神在我身上扫过，停留在温言身上。怎么啦？温言瞬间怂了，躲到我的身后。微微找你有点事。陆冠南顿了顿，重新看向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壮胆，拿着离婚协议书冲了上去。大哥，你也知道我跟朝北没有感情，现在他醒了，我们打算离婚。说着，我把笔递上前，还请大哥签个名。陆冠南挑了挑眉，你们离婚，我签什么名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这里面涉及陆家财产分割，需要你也签个字确认一下。陆冠南沉默了，你当我是不识字的傻子？我眼神飘忽，那万一没有仔细看呢？陆冠南却突然笑了，他抬眸，眼神锐利如刀，直直的看向我身后。温言，你想和我离婚？被拆穿了，温言也不躲了，他挽着我的手，狠狠的点头。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为什么？陆冠南的声音有些冷。温言咬唇，躲开他的目光。没有为什么。气氛就这么僵持了下来。看着宛若拍摄琼瑶剧现场，我弱弱的举起手发言，不然就当搞活动，咱们离一对送一对。陆冠南看也没看我一眼，滚。好嘞，哥，龟龟，我尽力了。我刚麻溜的出了佛堂，就被赶来的陆朝北领了回去。他嘴角微微上扬，看着好像心情不错。温言不离，你还要离婚吗？我想着不能把话说太死，于是我道，没事，我等等他。陆朝北1秒臭脸，语气奄奄，那你慢慢等。这天之后，温言和陆冠南之间的氛围就一直怪怪的。我想找温言问问什么情况，然而只要我们俩一独处，陆冠南警告的眼神立刻便会甩过来，吓得我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发消息又说不清楚，我只好偷偷骂陆朝北没有家庭地位。陆朝北听了无奈，你掺和他们的感情生活做什么？我们俩都还没过明白呢。我愣住，下意识反问，我们不是已经离了吗？陆朝北当场表演了一番变脸艺术。这天开始，他给自己多加了2组训练，有事没事就开始在我眼前晃悠。要说陆冠南是强势入侵了温言的生活，那么陆朝北便是悄无声息的，让我习惯了他的存在。直到1周后，陆夫人带我和温言参加慈善晚宴，我们这才成功碰头。我凑到温言边上八卦，坦白交代你和陆冠南是怎么回事。温言趴在我的肩头，手脚并用的粘了上来。我恋爱了，但又失恋了。展开说说。温言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他没守住心，爱上了陆冠南。陆冠南虽为他破了戒，却依旧天天去佛堂。而圈内传闻，陆冠南之所以出家，就是为了早死的白月光。在温言看来，陆冠南坚持日日去佛堂，是因为心里还有白月光，只是迫于陆夫人的压力，将他当作生育工具。听完温言的分析，我猛地拍向桌子，渣男，离婚，马上离。这回我和温言是铁了心的要离婚，决定不听陆冠南的意见，直接留下离婚协议书走人。定下初步方案后，慈善晚宴也到了尾声，陆夫人还要同主办方谈事，便让我和温言先行离开。走到宴厅门口时，一道身影拦住了我们。2位侄媳妇许久未见了，来人正是陆二叔。我们嫁进陆家时，家宴上见过一次，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。我拧了拧眉，二叔有什么事吗？陆二叔看着温言，紧紧挽着我的手，笑得意味深长。陆冠南和陆朝北2兄弟不和，你们2个关系倒是挺好。这话明摆着就是挑拨离间，至少我在陆家这么多天，还真没看出这2兄弟不和睦的地方。
温言拉着我要走，陆二叔也不拦，又抛出一个消息：你们应该听说过那个早死的白月光，天生体弱，又有心脏病，红颜薄命啊。我这2个侄子，一个出了家，一个出了车祸，可都是因为他呀。陆二叔说完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温言抿唇，向来明艳的脸庞此刻无比苍白。我和温言都明白，陆二叔说的这些不可信，但也是这时，我们意识到陆家是个豪门，原先的宁静因为陆朝北的苏醒彻底破碎了。还是尽快离婚吧。我这般想到。回到陆家后，我同温言开始收拾东西。我很少来老宅居住，需要带走的行李很少。温言就不同了，她长相明艳，爱打扮，首饰包包就能收拾出5、6个箱子，更别提陆夫人送的一些天价钻石。然而，我和温言2个人不可能带得走这么多东西，这是一场巨大的断舍离。温言难以抉择地待在衣帽间挑了一整天，我拉着她出来休息休息。刚出衣帽间，路过书房时，意外听到了陆夫人与陆冠南的谈话。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阿南你该放下了。听着像是陆夫人在劝陆冠南。我和温言对视一眼，齐齐地趴在门板上。陆冠南背朝着我们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知道他一直没应声。陆夫人又说了几句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：阿南，逝者已逝，妈只希望你和温言好好过日子，只有你们2兄弟互相扶持，我这个当妈的才能放心。半晌才听见陆冠南轻轻地应了一声。陆夫人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。我皱眉，难道陆二叔说的是真的？陆冠南和陆朝北因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，兄弟不和，看着也不像啊。我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回头看了眼温言。温言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：嫁到一块就是好，还能一起踢墙角。看来这失恋的苦事已经走出来了。也是，反正我们都要走了，陆家兄弟和不和睦也没有关系了。不辞而别的机会来得很快，陆夫人和2个儿子需要一同参加陆氏股东大会，这场会最起码要开一个早上。我和温言以拍照为借口，一人拎了2个箱子，光明正大的离开了陆家。开车到高铁站后，我们买了下午的车票，没在那儿等，而是上一早约好的旅游团的专车，1个小时顺利出城。温言握了握拳，等我们玩1个月再回来，陆冠南应该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好名字了，我们就可以回来了。我点头，此次计划十分完美。温言很高兴，又恢复了明艳大美人的风采。可刚过了1天，温言就开始头晕、呕吐，肉眼可见的憔悴起来。原先我以为她是晕车，渐渐的我反应过来，阿言，你这个月经期来了吗？温言瞳孔收缩，摇了摇头。她将脑袋埋在我的肩膀上蹭了又蹭。我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温言确实怀孕了，一不小心拿了带球跑小娇妻的剧本。我捏着报告单安抚她，若是你想生，我们就一起养。温言抱着腿，神色还有些恍惚。有没有可能你拿错了报告？我看了眼报告单上明晃晃的温言2个大字，默默将其撕掉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温言做好了心理建设，虽然还没想好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，但接受了自己怀孕的事实。她甩了甩长发，满血复活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我猛地站起来，眼前一黑又坐下了。等会儿起太猛了，而且我好像腿麻了。温言哭笑不得地回头扶我。你怎么？他的话说到一半顿住，就连脸上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。我回头顺着温言的视线看向走廊对面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那儿，深邃漆黑的眼眸死死地盯着温言。等我们缓过神来，陆冠南已经走到了我们面前。他扫了一眼我手中的检查单，皱着眉看向温言，哪里不舒服？他没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也一眼就看出了温言的状态不对劲。我没说话，打算等温言先解释，我负责随机应变。温言正想随口说个病症，却有个路过的大妈听到了，抢先回答道：这里是妇科，你媳妇这多半是有喜了。路过的好心阿姨直接把真相说穿了。温言慌忙摆手：不是我陪微微来的。顾关南狐疑地看向我，我硬着头皮点头，确实是我不舒服，来医院检查检查。顾关南再次看向我手里的报告单，优越的视力使得他将报告结果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怀孕了？这时候再搪塞也搪塞不过去了。为了掩护温言，我含泪承认了，是我怀孕了。陆冠南深沉的眸子又扫了我一眼，随即掏出手机给陆朝北打了过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朝北到了，他盯着我：你怀孕了？温言挽着我的手紧了紧。我点头：怀了。陆朝北面上表情空白了一瞬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硬生生把话咽了下去。他原地转了2圈，才真字琢句地问：孩子是我的？我想了想，也可以不是你的。我们不是离婚了吗？提到离婚，陆家2兄弟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。我见情况不妙，拉着温言准备离开，刚走2步，陆夫人出现了。她表情激动，拉着我反复看了又看。瘦了，一会儿回家，我让王姨给你炖鸡汤补补。事情好像大发了。陆夫人从我手里抽走检查报告，神色吃惊。8周多了，那岂不是在朝北刚醒没多久的时候怀的？听了这话，众人下意识地看向陆朝北。陆朝北整张脸肉眼可见的变红，他虚握着拳头咳了2声。司机已经到了，先回家吧。就这样，我和温言又被带回了陆家，一路开回陆家，已然夜里9点多了。温言拉着我不放手，今晚我们一起睡。陆冠南冷冷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想着温言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踹了一脚陆朝北：你去跟你哥睡。其实这倒也不至于，陆家这么大，不至于让这2兄弟挤在一起，只是我要霸占陆朝北的房间罢了。进了房间，我和温言齐刷刷的倒下。现在怎么办？温言沮丧。陆冠南本来就不同意离婚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真相。可怀孕这个事藏不住，不如这样。这一夜卧室灯亮了一夜，可没想到
商量了一夜的计划，愣是找不到实施的方法。陆朝北形影不离地盯着我，我起身，他问我去哪儿，我动手，他问我要什么，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陆总很闲吗？陆朝北脱口而出，老婆孩子更重要，你明明知道。我顿住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凑到陆朝北耳边，别装了，我怀没怀，你能不知道吗？陆朝北语气无奈，我该知道吗？你该。陆朝北放下手机，扶着我的腰，将我抱到了腿上，别动，妈看过来了。我身形一顿，不适应地贴到陆朝北的怀里，你想找个机会演一场流产？我面露狐疑，你昨晚趴我房间门口了。陆朝北挑了挑眉，这很好猜，可是妈时时刻刻盯着你，就算你把流产演出来了，医生怎么办？陆家可是有家庭医生的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下意识抓住陆朝北的胳膊，那如何是好？陆朝北低头，额头顶着我的后颈，声音温柔缱绻，却又带着一丝蛊惑人心的味道。假戏成真，灼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脖子上，我打了个寒战，吓得连忙从陆朝北的腿上窜了起来，风风火火地跑去找温言。看着温言依旧白白嫩嫩的脖子，就知道陆冠南这几天规规矩矩的。我越发确定了内心的猜测，陆家上上下下恐怕都知道真相。不说别的，就说王姨，炖鸡汤都炖2份，我和温言一人一碗。温言听了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我没想好留不留这个孩子。我心疼地看着温言，拍板道，那就不说破，大家一起演下去好了。不等温言做出决定，陆家分支的那些亲戚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消息，纷纷上门祝贺，其中便有陆二叔。他意味深长地扫了眼我的肚子，真是没想到最后赢家会是陆朝北。我拉着温言说话，并没有理会陆二叔的意思。看到我这般不礼貌的举止，陆二叔也不恼，他找了个地方坐下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，这陆家呀，从我这辈起便子嗣困难，所以便有一则家训，先生下后代者享有继承权。当时我便是这样输给了大哥。我依旧没有搭理陆二叔，因为陆夫人已经脱身赶了过来，他沉着脸走上前，直接甩了陆二叔一巴掌，谁允许你在这儿嚼舌根胡言乱语的？陆二叔捂着火辣辣的右脸，嗤笑了一声，大嫂教训的是，随即转身离开了。陆夫人缓了缓脸色，转向我们，她心思不纯，年轻时就对大哥下狠手，只是老爷子保他，他虽不掌权，日子过得也滋润。没想到老爷子刚走，他这心思又上来了。这事阿南和阿北会处理好的，放心吧。虽然有了陆夫人的解释，但陆二叔的这个谁先生谁继承的说法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。陆朝北听了我的转述，没有反驳，承认了这话是真的。我表情难以形容，你们陆家这么大的家业，这么草率。陆朝北听到我的语气，突然上前一步，我们鲜少在清醒时凑得这般近，似乎只要我一抬头就能吻住陆朝北的唇。陆朝北颤了颤睫毛，好看的脸庞带着一层薄薄的绯色。所以想要努力一把抢下继承权吗？我们现在奋斗，还有机会弯道超车。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此时我面对的是财富与男色的双重勾引。2个多月了，来不及吧？陆朝北哼笑一声，大哥那个冷冰块，哄不回媳妇，3个月也留不下孩子，这话在理。我想了想，若是陆朝北当家的话，我就不用怕陆冠南了，我就能硬气地给温言撑腰，让陆冠南伏低做小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最后他们还是离婚了，那我也可以拿陆朝北的钱养温言。这波怎么算都是赢的。我果断地勾着陆朝北的脖子，一跃而上，宝贝，让医生姐姐来检查下你复健的进度。陆朝北搂着我的腰，瞬间从耳根红到了脖子，全然没了先前主动引诱我的模样，但瞧着更为可口了。我搓了搓手，按在陆朝北结实的小腹上，指尖一点一点的下滑，扒开了当初在医院没扒下的裤子。我和陆朝北过得有滋有味的时候，也没忘记关心温言。虽然未能共进退，但闺蜜永远是比男人重要的。几经纠结，温言最终还是决定打掉孩子和陆冠南离婚。我心疼地搂住温言，没事，以后我偷陆朝北的钱养你。做了决定，温言便挂了号，预约了手术时间。约好的这一天很快就到了。我和温言进了美容院，再从美容院后门溜出来，悄悄的2个人前往医院。路上，温言不安地拉着我的手，我的眼皮一直在跳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哄着他，那我们今天先回去，改约转天的。温言面带犹豫，下意识地又摸了摸肚子。快要3个月了，如果要打掉孩子的话，不能再犹豫下去了。温言狠狠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睁眼已然是决绝的神色。不打了，回去吧。你说的，偷陆朝北的钱养我。我正想开口答应，却见温言神情突变，只见一辆面包车冲着我们直直地撞了过来。小心！温言猛地将我扑倒，死死地护住。剧烈的撞击声令我耳畔郁郁作响，温热的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挣扎起身，却被面包车上下来的2个人拖了出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那人扫了温言。这个不用管，雇主说只要怀孕的那个。另外一个人丢开温言，上前架住我的腿，2人抬着我上了车。他们好像抓错人了呀！我这般想着，下一秒便失去了意识。醒了，我瞧着坐在面前的陆二叔，毫不意外。这都一把年纪了，你还在折腾什么呢？陆二叔冷哼一声，你懂什么？你就跟我那嫂子一样，妇人眼皮子浅，这么大一份家业，竟然交给外人继承。外人这个词令我眼皮一跳。陆二叔点了根烟，说了起来，陆冠南和陆朝北这2个兄弟，可没有一个是陆家的血脉。我那嫂子只生了一个女儿，还是个患有心脏病、先天体弱的女儿。他说到这儿，深吸了一口烟。我可从来没有骗你，因为陆家真正的大小姐死了，也是因为他，我那2个没有陆家血脉的侄子，一个出了家，一个出了车祸。所以呢，我冷冷地看向陆二叔，所以你绑了我，又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要钱。陆二叔将手里剩下的半根烟扔在地上碾灭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针管，抵在我的胳膊上。
人来了，就进来吧。我抬头望去，门被推开，来的是陆朝北，也只能是陆朝北。他看向我，摇了摇头。我读懂了他的意思，这是在说温言没事。陆二叔冲着他丢过去一份合同，只要你签了他，我就不动你的孩子，陆家最后还是你的。我挑了挑眉，听懂了这支针管的作用，原来他的筹码是孩子，那可真是闹了个大乌龙。趁着陆二叔的注意力在合同上，我动了动胳膊，自己撞向针管。陆二叔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，破口大骂：妈的，不要命了你！陆朝北趁机扑上前，将人按倒在地。我活动了一下解开的手，看着趴在地上的陆二叔，好草率的绑架。陆朝北凉凉道：他以为这孩子的筹码够重。我笑着补充，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怀孕的不是我。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陆二叔被赶来的陆夫人领走了，这回估计是要彻底被逐出家门了。我跟着陆朝北赶到医院探望温言，温言伤得最严重的是脑袋，硬生生缝了10针，肚子里的孩子并未出事。见我和陆朝北来了，陆冠南自觉起身出了病房。我在床边坐下，看着陆家两兄弟排排坐挤在门。温言笑出声，还记得之前陆朝北醒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商讨着离婚，现在看着他们两个，突然觉得这样也还不错。我低头注意到温言的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，是陆冠南手腕上的那一串。快交代发生了什么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白月光。陆冠南想要出家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害死了妹妹。过去发生的事情大概同陆二叔说的一致。陆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陆白月。她从小体弱，又有先天心脏病。陆夫人为了给她找完伴，便打算去孤儿院收养的孩子。开始选中的是与陆白月同龄的陆朝北，陆朝北却没有答应，因为他不想跟哥哥陆冠南分开。陆夫人见他们兄弟情深，便将2个都收养了，3个人便一起在陆家长大。为了保护陆白月，只说陆家这一代有2个兄弟。后来陆白月爱上了陆冠南，同他告白，陆冠南只当她是妹妹，便拒绝了她。可没想到陆白月在这一晚病发，赶往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，香消玉殒。陆冠南觉得这一切是他的错，陆夫人对他如同亲子，他却害得他失去了唯一的女儿。于是陆冠南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钱，换来一尊金佛，日日去佛堂请罪。他锁住了自己，可陆夫人从未怪罪过陆冠南，不忍心看到他如此。正逢温言上门自荐，他便做主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便有了后面这些事。而陆朝北的车祸正是陆二叔设计的，只是他以为胜券在握，却没想到陆朝北醒了。陆冠南也有了改变，从过去走了出来。温言出院的时候正好开始显怀，肚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大，他每日都会焦虑地拉着我：微微，你要不跟我一起生吧，我一个人害怕，而且到时候孩子还能一起养，很有道理。我听进去了。当晚陆朝北回家，正准备去书房，路过房间时，一双素白的手突然出现，扯着他的领带，将人拽进了房间。至于满屋春情，折腾了几个月还是没能怀上，其养娃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。临近预产期，温言不慌了，慌张的人改成了陆冠南。温言生产前夜，陆冠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扣上禅心寺，为妻子求来了平安符。温言生了一个6斤6两的女儿。刚生完，他瞅了孩子一眼，抓着我滋哇乱叫：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宝宝啊？不过没几天，孩子就长开了，挑着陆冠南和温言的好基因遗传，粉雕玉琢，十分可爱。后来宝宝满月时，我也查出怀有身孕，只是10个月后，我看着皱巴巴的儿子沉默了。温言拉着我的手，两眼泪汪汪。我闺女的闺蜜没了。我看着门口罚站的男人，陆朝北，你怎么连女儿都生不出来啊？陆冠南昂首挺胸地抱着女儿从陆朝北身边路过，手腕上是温言的草莓头绳，脑袋上是红女儿扎的一揪朝天边，金圈佛子爆改全职奶爸。陆朝北气得跳脚：陆冠南，你已经录过7遍了，你真是够了。接着他拿出刚拍回来的红宝石送到温言面前：嫂子，放过我吧。温言笑眯眯应下，转头抱住我的胳膊：好闺蜜，分你一半。我拉着温言的手：好闺蜜。全文完。